前世她孝敬公婆，和睦妯娌，友爱晚辈，对自己的丈夫倾心交付，为他筹集赶考盘缠。而这一家人一边享受着她带来的利益，一边又对她各种贬低侮辱、刁难压榨。为了不影响丈夫学习，选择默默忍受，而她的丈夫却拿着她的心血钱，与外面的女人暗度陈仓，更是在灾难来临时拿她和豺狼虎豹换取食物。娘，吴大仙会不会算错了？这人的八字真的很旺四哥吗？谁家新娘子进门的时候能把自己撞晕？现在追究错不错已经没有意义了，这人都进门了，走吧，陪娘出去看看，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。随着关门声响起，床上的女子睁开了双眼，看着熟悉的场景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我这是重生了，还是刚成亲的时候？叶秋抚摸着自己的腿，前世被生生割下血肉的痛，被活生生丢进热锅里的恐惧和绝望还萦绕心间。既然重生了，我定不会让这家人好过。她取下脖子上一直发烫的木珠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发烫呢？叶秋双眼盯着木头珠子，突然一阵晕眩。当她在睁眼，眼前的景象让她觉得自己在做梦。刚刚明明在看珠子，怎么回事？我要怎么回去？仇还没报呢。念头一起，叶秋又突然回到了新房，依旧是刚才坐在床上看珠子的姿势，但手上的木珠子不见了。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但只要有这个地方存在，就有足够的底气生存下去。她急忙去翻找自己的嫁妆。她5岁就被卖身为奴，12岁时被安排去伺候大小姐。由于舍命救了大小姐，给主家恩惠，归还卖身契。归家时，大小姐给了100两，没想到继母又想将她卖去怡红楼，奈何四叔是秀才，为了脸面，继母才没有得逞。刚好这时候梁家人上门提亲，男方还是同生，并答应给10两高额聘礼。谁曾想这刚出虎口，又入狼窝。她在嫁妆箱子里找出了一件破棉袄，放进那个神秘的地方，才松了口气。幸好听了干娘的话，将所有银钱藏在这件破棉袄中，带回来的其他东西早就被瓜分干净，只有这件破棉袄没人要。叶秋把翻乱的东西整理好，才坐回床上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能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真不错，上辈子可从没睡过一天好觉。由于梁远泽觉得叶秋是言行轻浮之人，并非自己良配，所以昨晚梁远泽宁愿打地铺，也不愿洞房，加上喝了酒，导致着凉发烧。叶秋看着铜镜中的自己，上辈子他被自己蠢死，这辈子不仅要报仇，他还要肆意而活，不再给自己带上任何枷锁。去他娘的贤良淑德，端庄持家。他又看了看地上发烧呻吟的梁远泽，不禁嗤笑一声：狗男人，这才刚开始呢，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。随后叶秋粗鲁地解开梁远泽的衣带，从脖子到胸膛掐了很多红痕，又在背上道抓痕，然后随手抄起凳子丢向梁远泽的某处。被摧残了一番都没醒的梁远泽，这下是真的痛醒了。哎呀，夫君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不小心。蠢货，还不赶紧把凳子拿开！夫君，我都给你道歉了，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为什么要骂我？人家本来就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凶呢？呜呜，夫君如此风度翩翩，还是咱们10里8村有名的读书人，怎么能像个乡野村夫一样出口骂人呢？夫君，咱们做人要大度，我虽然做了10几年的丫鬟，但该懂的道理也懂不少。你这样小肚鸡肠、斤斤计较是成不了大事的。夫君是读书人，更应该心怀宽广，怎么能和我一个小妇人计较？对，我是读书人，要宽宏大量，我不计较了。行了吗？能把凳子拿开了吗？我就知道夫君不是一般人，我这就给你拿开。哎呀，夫君，对不起，我手又滑了。到底是哪个畜生坐的凳子呀？这么重。被骂成畜生的梁家老二正在正房厅堂等新人敬茶，突然狠狠地打了喷嚏。与此同时，叶秋把凳子从梁元泽身上用力推开，梁元泽又是一个暴击。夫君，你看，我推开了。夫君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给爹娘敬茶。谁家媳妇这么不知礼数？都快正午了，还不起床？元泽怎么也分不清轻重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他以后还如何科考？祖宗的脸都丢干净了。三叔公息怒，我哥平时礼数一向周全，今天突然这样，肯定是新进门的嫂子的问题。一家子道貌岸然的东西，个个自私自利，内心阴暗肮脏，仗着祖上做过官，就自觉高人一等。明明都是地里刨食的庄稼人，偏要摆出一副优越的姿态，哪来的底气？不好意思，让各位久等了，我夫君身体疲惫，暂时不方便起来给各位敬茶。也是，你进入了梁家的大门，便是梁家父，原则是我们梁家后辈中最有出息的，肩负着我们全族的希望。你倒好，不但不规劝，反而跟着他一起胡闹。今天的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影响了原则的科考之路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刚嫁入梁家，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。各位倒好，倒打一耙，讨伐我一个心腹，我好歹是明媒正娶的，又不是不知廉耻，暗度陈仓，倒贴上门的贱人。我娘家的情况，你们也一清二楚。既然看不上我，为什么要去说亲？是打定了主意欺负我这个没娘家依靠的苦命人吗？三叔，
昨天原则忙前忙后的招待亲友和同窗，既然他累了，就让他休息。现在时辰也不早了，让叶氏去张罗早饭吧。到了厨房，叶秋迅速地做好2大罐青菜腌肉粥，放进那个神秘的地方，自己又吃一碗，饿肚子的感觉太难受了。这辈子要未雨绸缪，灾难来临时准备好足够的吃食，绝不会再让自己饿肚子。随后，叶秋把烧得正旺的柴扔到柴火堆上，看着火势逐渐变大，正厅里的人突然闻到了烧焦味，梁母心下大惊，快来人了，着火了！村民拿着水桶、木盆，一窝蜂地冲进梁家，很快便把火扑灭了。哎呦，我夫君还在房里呢，刚才浓烟那么大，不知道有没有把他熏到。众人齐齐跑去，跟来的村民倒吸一口凉气。只见梁元泽脸色惨白，衣衫半褪，那白皙皮肤上的红痕更是引人遐想。这年轻人可真会玩，不过得悠着点，坏了可咋整？前面的让一让，刘大夫来了。大夫，麻烦你快帮我夫君看看，新婚第1天就这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克夫呢。一晚上就掏空了身子，男人的根本严重受损，以后怕是难有子嗣。刘老头，我儿是读圣贤书的人，怎么会如此不知轻重？你可别胡说八道。哼，既然看不上我老头子的医术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秀儿，海哥会给你报仇的。叶氏，给我跪下！老妖婆，你断了腿，我都不会。啊，我的腿好疼！这也能摔？看来真是亏心事做多了，老天还是有眼的，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。前世他在这个家受尽屈辱，如今重活一世，看他如何虐渣渣。叶氏，你在厨房到底干了什么？为什么会着火？娘，还能为什么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本来就是丫鬟出身，天生就是伺候人的，难道还不会生火做饭吗？他把四哥的面子里子都丢光了，还不知道村里会传出什么样难听的话呢。这样的祸害哪里配得上四哥？做个小妾都抬举他了。这该死的女人，仗着个生辰八字就抢了莹姐姐的婚事。哼，我梁家的大门可不是那么好进的。我虽然才归家不到3个月，但也听说梁家祖上在京城做过官，虽然现在回了祖籍，但家教里一个方面不比书香世家差。如今看来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未出阁的姑娘居然开口闭口都是妾，更是想插手哥哥房中之事。我虽然从小被卖身为奴，但得主家恩惠，一直跟在小姐身边，学的都是给小姐梳头、泡茶、做衣物，更是有幸跟着小姐学了不少为人之道。生火做饭这些粗使丫头做的事儿，我倒是不曾学过。今日第一次上手，又无人指导，毁了厨房，我心里也很愧疚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因为这一次失误，就要从正妻变成妾，也让我对清明传百里的梁家有了真正的认识。梁母叹口气，如果叶秋唯唯诺诺，她倒还真怀疑自己的选择了。叶氏，元妃和泽儿年龄相近，兄妹俩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今日说的话确实不恰当，但都是关心则乱。你一个做嫂子的，要大度一点，跟小姑子计较什么？我听说你是从安平县回来的，之前在哪户人家当差？叶秋知道梁母打听这些的目的。我在警府当差。对了，母亲，再过10天是我干娘的生辰，我可以去给我干娘过生辰吗？你干娘是？我干娘是警府老太君身边的云嬷嬷。我被卖的时候年纪很小，干娘可怜我，一直照顾我。后来大小姐从京城过来，就被派到小姐身边伺候了。既然那大小姐是京城的，为什么要来安平县？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是听干娘说，景老太君年轻时跟着夫君上过战场，后来家里的小辈能够立起来了，景老太君就来了安平镇休养身体。听说是晋阳后府的侯爷，担心老母亲一个人孤独，便让爱女来陪伴。听干娘说，老太君这个称呼是皇上亲封的。我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，既然是你干娘的生辰，怎么能不去呢？就是咱们家里的情况，你也看到了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寿礼，不知道秋儿有什么打算呀？谢母亲体谅，干娘跟在景老太君身边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啊？她年纪大了，我想给她做一对护膝。在警府的时候，干娘就特别喜欢我做的绣活，就连大小姐都很喜欢。好好好，虽然娘不懂刺绣，但也知道绣娘的手可珍贵了，以后家里的活你不用。腿骨很可能断了，结果我不擅长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你们最好带去镇上看看。如果真的是腿骨断了，等折腾到镇上，恐怕会加重伤情，还请刘老哥为其接上。我出手倒是可以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可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恢复如初。刘老哥尽力就好，医者父母心，我自当尽全力的来2个力气大的，把病人压住。叶秋本打算帮忙，可梁父怕他万一弄伤了手，得不偿失，儿子以后的前程可都指望那双手呢。回到房间，看到梁元泽像死尸一样躺着，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，嘴唇干裂起皮，身体抽搐，又听到那个老妖婆的惨叫声，他握了握拳头，恨不得现在就了结了他们。可转念一想，好不容易重活一次，他要慢慢的折磨这家人。哎呀，夫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发羊癫疯了吗？如果现在有力气起身，绝对给这恶毒的女人几巴掌。
夫君，你不说话，我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呀。你是不是在担心娘啊？你不用担心，娘就是把腿摔断了。梁元泽倒不是多担心梁母的腿，而是担心如果梁母倒下了，这个家散了，那他的读书之路也就毁了。梁元泽启蒙之后，父母就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，家里吃穿用度最好的都留给他，他也把科举当成了唯一的出路，希望有朝一日加官进爵，光宗耀祖，反而将亲情看得很薄，哪怕全家人辛苦供养他，他也没有多少感激。在外人看来，梁家是梁父在做主，其实全靠梁母撑起来，所以梁母出事，最担心的就是梁元泽。夫君要是实在不放心，我现在去看看娘吧。要是再让泽儿和他继续住一个房间，恐怕很长时间都好不了了。秋儿，你要给你干娘准备寿礼，泽儿现在养身体，书房暂时用不上，你先搬过去住吧，这样你也能专心准备礼物。夫君现在正是需要我照顾的时候，我作为他的妻子跑去偷懒，会不会被人说闲话？你尽管按我的话去做就好，没谁敢瞎嚷嚷。谢谢娘，我明早就去县里置办，时间不多了，再拖下去我怕赶不及了。夫君要科考，我作为他的妻子，肯定是要全力支持他的。好孩子，泽儿能娶到你，真是他的福气。回到房的叶秋麻溜地把自己的衣物搬到了书房，走时还不忘和梁元泽说一声：夫君，娘让我去你的书房住，让你好好养身体，你放心，我会和家里人说一声，让他们别来打搅夫君的。说完就欢快地去了书房，和那人渣分开住，他巴不得呢。小婶，奶奶让我来叫你吃饭呢。哇，小婶，你的头花好漂亮，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绢花，可以给我看看吗？不可以，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梁兰兰被这么干脆利落的拒绝，一时间还回不过来神。小婶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我叫兰兰，我和我大哥是龙凤胎，我大哥是长孙，我要什么爷爷奶奶都会给我的。哦，知道了。秋儿会做绣活挣银子，是家里的功臣，以后泽儿吃什么，秋儿就跟着吃什么。娘，凭什么？凭秋儿有手艺，能挣银子，你们要是不服气，就拿出底气来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梁母想到一张张绣品换成了银子向她飞来，心里就一阵火热。小姑子是吧？女孩子经常生气，气运会变差的哦，说不定说话都会闪到舌头呢。你……梁元飞痛苦地捂住嘴，指缝间还流出了鲜血，这一变故把大家都惊呆了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难道这人平时亏心事做多了，遭报应了？接上集，梁家人得知叶秋的刺绣手艺可以赚钱，都幻想着拿到钱以后如何花。以后每天给老四家的煮个鸡蛋。梁母心里不乐意，那是给儿子留的，就算儿子吃不完，还能拿去换铜板呢。梁母低头装作没听见。这死老太婆，既要马儿跑，还不让马儿吃草，黑心肝的死老太婆，呛不死你。这也太巧合了吧！老妖婆平地摔断腿，梁元飞说话咬舌头，现在又差点渴死，好像在他们出事前我都……叶秋激动，如果真的是那样，那他折磨这家人简直就像喝水这么简单了。叶秋迫不及待地想验证，他发现梁兰兰正瞪着他，梁兰兰被抓个正着，慌忙地向外跑。好吧，摔个狗吃屎。叶秋现在恨不得叉腰狂笑，他的想法是对的，他诅咒的人都会灵验。叶秋伸手去拉梁兰兰，梁兰兰甩开他，叶秋故意向后退2步，跌坐在地上。梁父看到心都提起来了，可千万别伤到手啊！老大，把你女儿带回去，你媳妇到底是怎么教的？小辈能对长辈动手吗？哭什么哭？屎很好吃吗？还不赶紧吐出来！梁兰兰被他爹这一吼，被吓了一跳，直接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。吃完饭，叶秋回房，关好房门，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神秘的地方。这里依旧亮如白昼，哗哗的流水声，肥沃的黑土地，旁边不远处还有间屋子。他推门进去，靠南边有一排柜子，靠北边放了一排书架，上面也摆满了书。叶秋去书桌那边拿起桌上的一封信，看完后才知道，原来这里叫做木珠空间，是前主人留下来的。他自己是当世独一的亲传小弟子，从小就对大师兄情根深重，可心上人喜欢他的师姐，为此专门和他们作对。他们一个专心制毒，一个专心做解药，每赢一次就要对方为自己送上一件价值不菲的首饰或者罕见的布料。前主人也写明了空间的规则，放进来的东西不受时间流失的影响，拿进来是怎么样，就算过了10年，拿出去还是怎么样。黑土地可以种植，成熟时间比外界缩短1半，屋外的井水长期喝有调理身体的作用。书桌上还有一本书，名叫《百方录》，是前主人一生苦研医术的心得和药方。叶秋翻了几页，听到吵闹的声音，连忙出了木珠空间。第二天，叶秋一觉睡到大天亮，直接去了镇上。要回房休息吗？我抱你回屋。我在作画，你这鱼哪来的？堂哥给的，说是给元泽补身体的。村里传出流言了，在这里生活了几10年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谁家母鸡下了个双黄蛋，都能在村里传上2天，你觉得咱家这是瞒得住？要不是那贱人背后还有些关系，我恨不得现在去掀了吴大师的招牌，
这哪里是旺家旺夫，简直是霉运连连。泽儿好好的名声被那贱人染上了污点。真是妇人之见，头发长见识短。仅凭他干娘和景老太君的关系，带给泽儿的好处就是不可限量的。可我还是气不过，看不过也得忍着，至少等泽儿在官场上站稳脚跟，到时候你想怎么样，还不是你说了算。到了镇上，叶秋去包子铺，一口气买了50个大肉包子，30个白面馒头，60个杂粮馒头。我家明天请的工人比较多，大概也是这个时辰，老板能做得出来多少？不知小娘子要多少，可否说个数？我家媳妇老娘做包子都很拿手的，要得多我们可以熬夜做。500个包子，500个白面馒头，1000个杂粮馒头。老板吃惊，暗暗地计算了一下，500个包子是1两银子，500个白面馒头是5000银子，1000个杂粮馒头也是5000银子，算下来就是2两银子。叶秋付了定金，又来到面摊，直接要了碗加肉的。自从离开景府，他就没吃过细粮了，确切的说，他就没吃饱过了。梁父端着鱼汤来到梁元泽房间，直接震惊了。只见梁元泽嘴唇起皮，脸色潮红，双目紧闭，眼窝凹陷，更是有一股尿骚味儿。梁父摸了摸梁元泽的额头，烫得他立马缩回手。梁父本想去叫人，但走2步又停下来了。儿子要走科举之路，名声不能坏，泽儿这样狼狈的模样，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。梁父又回到床边，掀开被子，看着湿了大半的床铺。这个叶秋到底是怎么给人做媳妇的？到底懂不懂怎么照顾男人？梁父把床铺收拾干净了之后，才把儿子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，一切收拾妥当之后，才出门叫人去叫刘老头，心里不停的祈祷，可千万别烧坏脑子。宋颖儿听说梁元泽生病来到梁家，在院子里喊：元妃妹妹，你在家吗？宋家丫头来了，元妃身体不舒服，在房里休息呢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元妃妹妹喜欢这朵头花，我给她送过来。是发生什么事呢？梁伯伯，怎么你的脸色这么差？梁父刚想开口说话，屋里砰的一声处理，连忙跑回屋，宋颖儿也跟着跑进去。梁元泽狼狈地摔在床下。元泽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宋家丫头，元泽需要休息，而且这是元泽的新房，你也不太方便待在这里，你去找元妃吧。梁伯伯，元泽哥哥病得这么严重，现在正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我在这里搭把手，没人会说什么的。爹，我把刘大夫请来了。风寒入肺腑，引起了高热，我这里有退热药包，80丸一副，3碗水熬成1碗水，用小火熬，退热之后还得继续服用治理风寒的药。元泽身体太虚了，又不能用猛药，只能循序渐进，好好调理，1、2个月就没。接上集，叶秋吃完面，向老板打听了西街有房子要出租，便直接过去，以1年10两的价格租了一间屋子，并一次性付清3年的房租。随后又来到粮铺，看了粮食的价格。这位客官，我们店的粮食质量绝对有保障，买的多还可以免费帮你送。叶秋想到再过2个月粮价就会猛涨，所以这2个月的时间，他必须要囤够未来3年吃用的东西，或许还会更久。毕竟前世他死的时候，灾情还没结束。普通大米100斤，下品白面100斤，黑面200斤，豆面和玉米面各200斤。100斤普通大米1000文，100斤下等白面1000文，200斤黑面1000文，200斤玉米面600文，200斤豆面60文，一共是4两银子加200文。叶秋付了钱，然后又去买了一些生活必备品。买完后，叶秋边走边琢磨如何用秀技挣银子，突然被叫住。锦秋，还真的是你呀？怎么叫你没反应呢？锦春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刚刚在想事情没听到。当初劝你不听，你看你现在过的什么日子？你才回去多久啊？这脸都粗糙了，在府里多好呀。虽然我们只是2等丫鬟，但也比普通人家日子好过多了。何况你舍命救小姐，难道小姐还能亏待了你不成？叶秋看着喋喋不休的锦春，倍感亲切，但心里的委屈却怎么也压不住，听着听着就哭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还不行吗？锦春姐姐，让你见笑了，我没耽搁你事儿吧？看我把正事都忘了，小姐在对面天香楼用晚膳，看见你了，让我带你过去。锦春带着叶秋进了包厢，叶秋心里忐忑。民女叶秋拜见小姐。叶秋，你不用紧张，当初你离开的时候，身子并没有完全康复，刚才无意间看到你，就想问问你身体可痊愈了。回小姐，已经痊愈了。你如今是自由身了，你不用如此紧张，算起来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过来和我们一起用晚膳吧。谢谢小姐，当初民女是您的丫鬟，为您做什么都是应当的，救命恩人民女真的不敢当。这丫头怎的离府了，还变得胆小了呀？表哥，你就不能正常点吗？后面有刺客在追你吗？你非得那么急？表妹，说话要点良心好吗？收到你的来信，我就日夜兼程的从药神谷赶来。还有你景晨宇，你既然都到福源县了，为什么就不能移动你尊贵的脚，直接去药神谷呢？废话怎么那么多？
纪灵浩给景晨宇把完脉，也无从下手。哥哥还那么年轻，为东晋国立下赫赫战功，怎么能？景明婉突然想到什么，年初我去云若寺上香的时候，空元主持给叶秋批过命，望夫一子，可化解身边之人的厄运。我们回来的时候遇见土匪，那样危险时刻，叶秋都能逢凶化吉，这次也一定可以帮助哥哥度过这一劫。其他3人虽然有点震惊，空远大师会主动给人批命，但并没有抱多大希望，毕竟命运这事谁说的准呢？叶秋妹妹，你现在虽然恢复了自由身，但依旧是平民，做我哥哥的正妻自然是不够的，但我们也不会亏待你，我请祖母出面抬你做我哥哥的侧室可好？景晨宇是一品大将军，更是晋阳侯府的世子，叶秋这样的身份做通房都不够格，更别说侧室了。叶秋更是惊恐，现在他有点怨恨那个什么空远大师了，没事非得拉着他拼命干啥呀？明婉，别胡闹。多谢小姐的好意，但民女已经嫁人了。叶秋妹妹，可你并没有叔父人迹。民女是2天前过门的，婆家娶我不是看中我，而是我生辰八字和所谓的命格。他们自诩书香世家，看不起民女曾卖身为奴，新婚之夜红盖头还没掀，就受到了夫君的言语侮辱，之后更是多番刁难，民女至今还是清白之身。这样的夫君也不配民女为他叔父人迹。我娘家母亲早逝，爹再娶，归家之后，继母更是想把我卖到肮脏之地，民女现在进退两难。今天之所以会来县城，也是想靠着自己的秀技攒点银子傍身。你这命格不止没给你带来好运，反而把你推向深渊了。看来这空远大师也只是徒有虚名嘛。我看你这小神医的称号才是徒有虚名，连个小毒都解不了。那是小毒吗？那是严寒毒。别说我了，就连我师父都只能压制。叶秋听着他们的对话，也明白了个大概。他拿出解毒丸的药方。公子是神医吗？可以帮民女看看这药方是真的吗？纪灵浩认真的看药方，越看眼睛越亮，最后竟然哭了。表哥，你有救了。这个药方可以根据毒的类型调整关键药的用量，解不同的毒。妙啊，真是太妙了。换句话来说，这薄薄的一页纸可以解百毒。叶姑娘，可否将这药方赠予我？要求你尽管提。叶姑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是晋阳后府世子，也是一品大将军，我会尽我所能满足叶姑娘所有要求。此刻，景明婉也对远空大师的批命深信不疑。叶秋确实能为身边之人解除厄运。叶秋妹妹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就是有福之人，想要什么尽管说，我们会竭尽全力满足你的。这张药方在公子手里是救命良方，在我手里就等于废纸一张，公子拿去便可。我也没啥见识，娘家靠不住，婆家更是个泥潭。我本本分分的做人，从没想过攀龙附凤，可总有歹人把我利用的彻底。如果让我选择，我宁愿不要这样的命格。可事已至此，纵然我想报复，也势单力孤。就是我折腾婆家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借用一下警府的名头？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干什么伤天害理、为非作歹的事，我也没那个胆量去干。我就是想出口恶气。这有什么？你本来就是从警府出去的人，自然不是谁都能欺负。你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还是哥哥的救命恩人。你对我们警府有恩，以后就把警府当作你娘家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。我是福原县的县令，也是明婉的未婚夫，感谢叶姑娘大义，有事也可以直接到衙门找我，能帮的秦某定然义不容辞。景明婉让人拿了3600两银子塞进叶秋手里，叶秋连忙拒绝。不用不用，我能用警府的名头折腾折腾我婆家，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。这个银钱我万般不能收。傻妹妹，要拿名头压人，也得让他们看见实物，这样更有说服力。拿着吧，这点银钱对于我们来说不算什么。玲珑布庄是我名下的产业，如果你还想继续做绣品，做好了可以拿去布庄，绝对给你最好的价格。叶秋推迟了一番，还是把东西收下了。毕竟有钱人能用银子买断的事儿，就不会欠人情。后台找好了，回去就可进接上集。警府老太君知道孙儿有救了，喜极而泣。云嬷嬷在一旁安慰着：“祖母，你别哭了，再哭下去，孙女都要跟着哭了。”祖母这是高兴，你也是个有福气的，认了个不错的干女儿。这丫头当初执意要回家，老奴就劝过她，能把她卖了的家人，又怎会善待她？可惜这人啊，终归是要吃了苦头才能明悟。不过也好在这丫头没有太蠢，还知道找靠山反击回去。要是她一味的忍气吞声，任由婆家磨搓，那才真是白费了老奴这些年对她的教导。你呀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明明心里很惦记，说出来却尽是埋怨。这丫头不仅仅是你的干女儿，更是明婉和陈女的恩人。只要她不作奸犯科，警府就是她的靠山。老太太出生于将军府，早年与丈夫并肩作战过，恩怨分明，敢爱敢恨，不太适合后院生存。
丈夫去世之后，就来到了这里颐养天年，远离内院的勾心斗角。知道叶秋用药方幻景府做靠山反击婆家，还挺欣赏这丫头个性的。老奴替那丫头谢过主子。第二天，叶秋一大早就去了玲珑布庄，锦春给她2个小布包，一个里面装了几件精美的首饰和2张大少爷写的学院的推荐帖，另一个是云嬷嬷给的。随后，他买了很多要用的，又去了昨天那家包子铺，拿了包子放在空间，直接回青山村。一路上遇着些人，看他的眼神有些奇怪，不过他没管，径直回娘家。刚踏进院门，坐在屋檐下的梁母立刻就发作了。叶氏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娘这话说的真可笑，我是你们明媒正娶的，为什么就不能回来？你还知道你已经嫁进梁家了，谁家的媳妇会夜不归宿？还有原则病得那么严重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这个毒妇！娘，你这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睁眼说瞎话的习惯可不好。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去县城，我这人都不在家里，我怎么知道夫君病没病？这也太冤枉人了。叶氏，你眼里可还有我这个婆婆？这就是你的教养和规矩吗？我的教养只针对人。你这个贱妇！我要是贱妇，那你儿子就是贱男人，你就是生出贱男人的老贱妇。娘气性不要这么大嘛，小心把自己气死了。路上可顺利？挺顺利的，就是偶遇原来的主家小姐，耽搁了一些时间，回来晚了点。梁父这才发现叶秋头上戴着一只白玉簪，还有手腕上也戴着白玉手镯，那个成色就算不识货的也知道是好东西。这时候宋颖儿扶着虚弱不堪的梁元泽出来，我这离开2天都不到，我夫君就纳妾了吗？你们梁家什么意思？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叶姐姐，别误会，我们不是你想的那个关系，我只是来，我娘就生了我一个，别上赶着攀亲戚，一个上赶着送上门的妾，也没资格叫我姐姐。请问这位上赶着倒贴的贱妾，姓谁名谁？胡说八道什么？莹儿是村长家的闺女，清清白白的，你别胡乱辱人名声。还是村长家教出来的闺女，那我可得上门好好说道说道。作为一村之长，都不做好表率，看看教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。上赶着勾引有妇之夫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谁知道你们在里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居然还倒打一耙，指责起我来了。叶秋说完就出了院子，边走边喊：村长家教的好闺女，上赶着勾引有妇之夫，真是好不要脸！村长家真是好家教，让女儿明目张胆的勾引有妇之夫。梁元泽、梁同生真是辱了读书人的名声，趁着妻子不在家，与人无媒苟合，圣人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梁家人真是好样的，全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心。你是何人？你要干什么？老不死的，你还好意思问我是何人？你都让你家不要脸的女儿上赶着勾引我夫君了，你还有脸问我是何人？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原来村长的家教就是教女儿上赶着做妾，这么想要男人，怎么不去青楼？还有银子赚。村长媳妇马大花扑过去就要打叶秋，叶秋拿出一把砍柴刀，马大花连忙止住动作，硬生生的摔了一个大马趴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教出不要脸的女儿的下场。就算你为你那不要脸的女儿向我下跪，我也不会放过她的。这种不要脸的贱人，就该被进猪笼。我看你才是恶毒至极。我女儿与你小姑子是好友，你小姑子受伤了，她不过是上门探望，你就要如此坏我女儿的名声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那不要脸的女儿，看望我小姑子，会从我夫君房里出来，两个人还黏黏糊糊的，好不要脸！你家闺女能上赶着给人睡，也不是没道理的，这就是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叶氏，你给我闭嘴，还不赶紧给村长道歉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我回来的时候，你身边这个贱人不是正扶着你从我们新房出来吗？不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，都快靠你怀里了吗？不是我见犹怜的让你呵斥我吗？如果是个正经姑娘，会在人家新婚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吗？还是梁家人都死绝呢，才会让个不要脸的人进新房照看你？叶氏，今天这事就是你的错，赶紧道歉。梁同生真是让我见识了，什么叫厚颜无耻？明明自己不要脸，干着无媒苟合的下贱勾当，却反倒要我这个受害者去道歉。梁元泽，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问你一句话，你确定要我向那不要脸的贱人道歉吗？你不仅要向我闺女道歉，你还要在我家门口跪上3天3夜，我宋家的人可不能白白的遭你侮辱。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梁元泽呀，梁元泽，你为了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是非不分，猪狗不如，对我如此狠心，我会让你后悔现在的选择。叶秋拿出一封推荐帖。梁元泽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叶秋不等梁元泽说话，这是东晋一品大将军，也是晋阳侯府世子的亲笔推荐信。看看这是盖了私章的，听说过青云书院吗？你知道这帖子意味着什么吗？梁元泽心里扑通的跳，青云书院那是所有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，他怎么可能没听说过？梁父同样也激动坏了，似乎看到梁家已经辉煌了，其他看热闹的人心里也是一震，看向叶秋的眼神都变了，村长也同样如此。梁元泽，我为你的前程到处奔波，去求以前的主家小姐，费尽心思的为你求来青云梯，可你和你家人又是怎么对我的？我不过才离开2天不到，你屋里就有了这个贱人，现在更是逼着我向这贱人道歉，你不配我为你付出，更不配得到这份推荐帖。叶秋手脚利落的把推荐帖撕得粉碎，梁元泽仿佛看到
自己的锦绣前程却会在自己面前一口气没提上来，晕过去了。梁父也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。无知，简直太无知了！你知道你毁的是什么吗？这不都是你们造成的吗？要不是你养出个不要脸的女儿，上赶着找男人，我会毁了这价值千金的东西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还是好好的教教你那小男人想得发疯的贱女吧。就是你们家那不要脸的女儿，毁了青山村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。哦，对了，最后再说一句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那女儿就只能为贱妾。说完，潇洒转身离开。接上集，叶秋大闹村长家，宋莹儿的名声算是彻底毁。宋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非得作践自己，还连累宋家跟着你丢人现眼。你给我滚出去，老子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和元泽哥哥两情相悦，是叶秋横插一脚，破坏了我们。女儿不甘心呀，现在女儿名声已经毁了。只有抓紧元泽哥哥，叶秋是有点背景，但元泽哥哥心里没有他，等他助元泽哥哥踏上青云路，会把他踢开的。村长喘着气，一屁股坐到凳子上。叶秋不管背景再怎么强大，始终是一个女子，要依附男人生存。如果梁家运作得好，叶秋背后的利益就会变成梁家的，梁元泽出人头地是早晚的事，以后再想分杯羹，估计连边都沾不上。现在莹儿名声也坏了，何不将错就错，把梁元泽绑在宋家这条船上？你确定能拿捏住梁元泽？我非常确定，元泽哥哥心里只有我。现在我又因为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女儿稍微施点手段，他就会对女儿更加服帖。梁母已经醒来了，梁父坐在床边冷眼看着他。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对待叶秋不能像对待其他几个儿媳妇一样，你要先忍让一点，实在忍不住，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为什么非得在这个时候和他对着干？你明明知道宋莹儿抱着什么样的心思，为什么还要让她进老四的房间？你知道你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吗？你毁了老四的前程。知道青云书院吗？老四媳妇儿已经拿回来了青云书院的推荐帖，还是什么一品大将军和侯府的世子亲笔写的，就因为回来撞见宋莹儿在老四房里，然后毁了老四的名声，毁了，连青云书院的推荐帖也毁了。叶秋恐怕以后和咱家也不会是一条心了，家门不幸啊！我当初怎么就瞎眼娶了你？要是秀儿还在，不知道比你强多少倍。刚醒过来的梁母又差点被气晕过去，但现在他顾不得计较，只是着急地问梁元泽和推荐帖的事。梁父把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现在你总该知道叶秋能给咱家带来多大的利益了吧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你要想你儿子科举这条路走得容易一点，前程远大一点，那你就给我捧好这尊大佛。梁母也气呀，她就是想摆个婆婆的谱，但这是重生回来复仇的叶秋，又怎么会在意梁元泽心里有着他？另一间房里，梁元泽已经醒过来了，但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精气神一样，平躺在床上，双目无神。想到那碎成渣渣的推荐帖，他的心就像在滴血。青云书院，那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，可猛不丁地告诉他，他能去了，但又给了他一巴掌。啪的一声，梦又碎了。老四，推荐帖虽然碎了，但能给你拿到推荐帖的人还在你隔壁住着，能拿到第一张，肯定也能拿到第二张。你媳妇和警府的关系可能比咱们想象的还要深厚，我不知道你和那宋家闺女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但你要知道能带你踏上青云路的人是谁。爹，今天闹了这么一出，莹儿的名声彻底坏了，我想用平妻之礼娶莹儿进门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明白我说的？这个时候还要和叶秋对着干，你不想去青云书院了？我这样做一方面也是为了激励叶秋，我要特别宠爱莹儿，让她心生极度吃醋，那她自然就会想方设法的引起我的关注，到时候她会亲自奉上她能给我的一切。我现在又何必自降身份去讨好她？不但起不了作用，还会让她越来越作。你有多大把握？我有10全的把握。等会儿我去看看她，我和她说，今天的事娘子真的误会了，我之前病了，娘子也知道，再加上娘腿不好，哥哥嫂子们都下地去了，爹也不太注重这些。莹儿来找元妃，无意中发现我病得厉害，才留下来照顾我的。我都病成那个样子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我们之间真的是清清白白的，但是因为这件事情，莹儿的名声确实坏了，我不得不对她负责。她爹再怎么说也是村长，咱们家还住在青山村，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了。我想用平妻之礼来娶她，这样既全了村长的名声，也弥补了娘子今天的过错。但娘子放心，莹儿再怎么都不可能越过你。要么让她进门做贱妾，住猪圈，要么你就签了和离书，没有第三个选择。那个娘子，莹儿再怎么说也是村长的女儿，要她做贱妾是不是太过了？太过了。呵，一个村长之女，我还不放在眼里，把我惹急了，信不信我给她弄个卖身契，让她给你当通房，我一不高兴了，还可以随意把她卖了，你要不要赌一赌？娘子说笑了，那就依娘子所言，让她进门做妾吧。可是住猪圈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要是觉得猪圈不好，旁边还有茅房、鸡圈，可以随便她挑选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你可以离开了。娘子，我们是夫妻，怎么能刚新婚就分房呢？要不娘子还是搬回屋里住吧。夫君还是好好养着身体，迎接你那贱妾进门吧，要不然到时候在猪圈里力不从心，岂不是让旁边的猪看着干着急？
恨不得以身相替。你这不就折磨猪了吗？夫君可别生气哦，气大伤身，子孙根彻底废了。到时候满足不了你那个贱气，人家红杏出墙了，夫君岂不是当了绿？梁元泽额头冒冷汗，他只觉得下身疼得厉害。叶秋看到梁元泽的模样，笑出声了。夫君还是赶紧回屋去吧，一会儿大小便失禁了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梁元泽只觉得肚子里一阵响动，那处地方似乎有什么想冲门而出，顾不得狼狈，向茅房跑去。叶秋试探性地说了一句：“夫君你慢点，掉进茅坑，摔得倒栽葱。”吃。叶秋话还没说完，只听茅房里传来扑通一声，叶秋心里狂喜。茅房里传来梁元泽扑通屎的声音，好一会，兔子从茅坑里爬出来了，趴在地上大吐特吐。他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。梁元泽走到水井边，疯狂地打水冲刷自己，不一会儿，院子都充满了屎臭味儿。啊，小叔子，你怎么全身都是屎？你这是掉进茅坑了吗？你不会在井边打水冲的吧？哎呦，这往后还怎么用水？梁父看着梁元泽这样狼狈，这可是他寄予厚望的儿子。老四家的，还不赶紧出来伺候你当家的？爹，你要是声音再大点，明天整个青山村的人都知道梁童生掉进茅坑，吃了一肚子屎了，我还要给我干娘做寿礼呢。这么恶心的玩意儿，怎么能让我伺候呢？家里那么多喘气儿的，又不是没活人。梁父气得胸口都快炸了。众人忙到半夜，总算是收拾的差不多了，但前院后院依旧飘散着屎臭味。第二天，老四媳妇儿，你的那份早饭，你大嫂已经在煮了。咦，你们口味怎么这么重的吗？泡过屎的谁也吃？胡说什么？昨晚连井都洗过了，哪来的屎？娘，不用给我解释，我又不吃，吃了全家上吐下泻，这种事我不参与。叶秋话音刚落，只见梁家众人纷纷向后院跑去。很快，后院就传来了争吵的声音。叶秋挑了挑眉，原来不只可以诅咒一个人，还可以诅咒一群人呀！看来被我说中了，真的全家窜稀了。接上集，叶秋诅咒又成真了，全家人集体窜稀。叶秋看了一眼屋檐下的老妖婆，坐立难安，捂着肚子。叶秋突然惊叫了一声，正在努力忍着不出丑的梁母被吓得一个机灵，某样东西也喷射而出，颇有一泻千里之势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叫一声，开嗓子真舒服。梁母一张老脸红了又黑，羞愤的想原地昏迷。她想趁着没人发现之前回屋把衣服换了，要不然以后在儿媳妇面前还如何立威呀？好恶心啊！娘，你也掉粪坑里了？你说说你怎么那么不省心呢？明明腿就断了一只，你还蹦个啥劲儿呀？上赶着把另一只腿摔断。说完，梁母只觉得脚下一滑，直直的摔了下去，伴随着骨头断裂声，梁母发出了杀猪般的痛呼声。娘，看来你这腿又断了，你别着急，我去喊人来帮忙。说完就往大门外跑去。梁母想阻止都来不及，心里不停地骂着该死的小贱人，她这个样子让她如何见人？快来人啊，帮忙啊！我婆婆又摔断腿了。这一喊，立马就有人回应了。书生家的，你婆婆咋了？这位大娘，你行行好，我婆婆又摔了，好像另外一只腿也断了。我公爹、哥嫂们都忙着上茅厕，我一个人实在无能为力，请大娘帮帮我，扶一下我娘可好？书生家的，你家昨晚吃啥好东西？怎么都坏肚子了？估计是吃了不干净的水吧。昨晚我夫君不知怎么的掉进了茅坑，他为保住颜面，居然到井边打水冲洗自己，这不把一口井全给弄脏了。哎，这可害苦了全家人，这不吃完早饭，一家子就上吐下泻，茅坑都不够用了。书生家的，那你怎么没事呢？我一个刚刚嫁进来的心腹，受了委屈也无处伸张。昨天鼓起勇气的质问，不仅没讨回公道，还让我夫君多了一门贱妾，又让夫家丢了颜面。婆婆不允许我吃饭，我不怪她的。书生家的，你怕个屁呀！你家小姐连那个啥贴都能给你，那就说明对你还有几分看重。梁家就算有个童生，那也是乡下泥腿子，你就算把家里搅个天翻地覆，他们也不敢拿你怎么样。而且本来就是他们家理亏，还读书人呢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这媳妇才刚进门就和老相好勾搭上了，我要是你呀，定把他们家房顶都掀了。虽然梁家办事不地道，但我也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，看到我婆婆摔断腿也不能不管，所以能不能麻烦各位大娘去帮我扶一下？梁母看着这乌拉拉冲进来的一群人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啊！张氏，虽然今年收成不如往年好，但你也不至于去吃屎吧？你看你一大把年纪了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还把腿给折腾断了。你说你为啥呀？你不是老说你儿子有多孝顺，儿媳妇有多听话吗？孙子有多乖巧吗？可我看着咋不像那么回事呢？你看看你这儿子媳妇孙子啥的，抢屎都不带着你，你呀可别身在福中不惜福，把个屎壳郎当珍宝，把真正的珍宝往外推。你这小儿媳妇呀就很不错，还让我们来扶你呢。你的大花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在胡咧咧，
信不信老娘撕了你的嘴？这才是真实的你嘛！张氏，你说你一把年纪了，还装个啥呀？还真当自己是大户人家的夫人啊？这学又学不像，还整天端着，你不累？我们看着都别扭。行了，咱们大家都散了吧，人家可不需要咱们帮忙。再说了，这么恶心也没地方下手啊！不到半天，整个青山村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梁同生掉到茅坑里了，吃了一肚子屎，还把井水弄脏了，让全家人都拉稀了。梁母为了抢茅厕，把腿都摔断了，屁股没个把门的，还一直漏。三三两两走在一起，都在谈着梁家的事。亲家，你们还好吧？刘大夫，赶紧给看看。吃坏肚子了，你们家的症状大同小异，一副的熬药也麻烦，干脆熬成大锅药了。大人多喝2碗，小孩少喝点。不是听说腿又受伤了吗？妍儿，你去看看你未来婆婆，手脚勤快点，给你未来婆婆收拾收拾。刘大夫好看伤。宋莹儿有点后悔跟过来了，她忍着内心的波涛翻涌，到了跟前，一个没忍不住大吐特吐。床上已经崩溃了的梁母看到宋莹儿的模样，弄死她的心都有了。等收拾完，刘大夫给梁母把脉之后，她这腿伤我看不了了，原来结碜的，现在要断开，刚断的这只更严重，你们还是送到镇上去吧。随后又过来看了看梁元泽，梁大夫摸了把额头，烫得他立刻就缩回了手。他应该吃了不少屎，脏东西在人体里面排不出来，这肯定是要生病的，再加上风寒入体，已经入了肺腑，这也不是我能处理的了，你们还是赶紧送去医馆吧。村长很快就找来了牛车，把梁元泽和梁母一起送。对了，元泽这孩子都病得这么严重了，他媳妇呢，怎么没看着人影？哎，家门不幸呀。被当奴才使唤，伺候人长大的能指望有多少教养？我可是听说啊，这大户人家养的丫鬟，只要长得好看点的，那都是给主人备着的。你们看长得那模样，这哪里是当丫鬟的，明明是被人细心养着的。要是没点什么关系，那么重要的什么书函，他一个当下人的，人家能随便给，又不是傻子，也不知道亲家母当初是咋想的。原则这孩子好好的一个读书人，偏偏给娶了一门做奴才的媳妇儿，说不定早就是个破鞋了。最可气的还居然是正妻，我家莹儿好好的黄花大闺女，却要入门为妾，想想就气得胸口疼。梁母忍无可忍，她可以嫌弃叶秋，可以折磨叶秋，但绝对不允许别人诋毁她儿媳妇，诋毁她选的人，这就是在说她眼瞎，坏她儿子名声。他婶子，人家都说宁娶大家奴，不娶小户女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大户人家哪怕只是个奴才，那也是学过规矩、礼仪教养、见过世面的，待人接物、眼界、格局，自然比乡下女子强，绝对不可能做出在人家新婚期就往人家新房跑的这种出格事情来。至少人家知道娶为妻跟为妾，这就是差别。你别看人家只是个丫鬟，但人家可是得了主人眼的丫鬟，那日子过得可能比咱们镇上那些小妇人家的小姐还舒坦。他婶子，你接触不到这些，你不知道也是正常的。道听途说可要不得，毕竟以后我们两家算是姻亲关系了。泽儿有个好的前程，咱们两家都跟着受益，读书人的名声有多重要，他婶子应该也清楚，所以他婶子还是管好自己的嘴。梁母一番话说下来，宋莹儿母女俩脸色都变了。这老东西不就是指桑骂槐的说我上门勾引原则哥哥，上赶着做妾吗？哼，骑驴看唱本走着瞧，老东西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梁家老二媳妇陶兰花和老三媳妇李小桃拖着虚弱的身子收拾家，还要照管孩子们。三弟妹，我歇会儿干不动了，全身软绵绵的。这人和人相比，差距咋就那么大呢？有的人大白天的能在房里享清福，我们俩妯娌就是这受苦受累的命啊。故作清高呗，还以为自己真就高人一等，还不是被人呼来唤去的奴才，现在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，一副狐狸精模样，谁知道干过什么下贱勾当。陶兰花只要一想到自家男人眼珠子老往狐狸精身上看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恨不得撕了叶秋那张勾人的脸。二嫂呀，人家可不是故作清高，高人一等，人家是真的高咱们一等，谁叫人家手段厉害呢？不仅讨得了婆婆欢心，还能拿捏人家主家少爷，咱们可跟人家比不了，还是老老实实的认苦认劳吧。三弟妹说的没错，谁叫咱们没那勾引人的手段呢？两位梁家父女可真是堪称典范，在正经的表面也掩盖不了你们那颗骚动的心，但你们那颗骚动的心再跳得厉害也是枉然，毕竟手段不会可以学，但先天条件可是学不来的哦。看看你们那水桶似的身段，树皮似的脸蛋，像茅厕般的嘴，可能天王老子来了都拯救不了了。想当狐狸精也没那资本。哎，嫉妒真是使人面目全非啊！我这该死的脸蛋，该死的身段，真是给我带来老大麻烦了。两位梁家妇女，你们可不要太嫉妒哦，毕竟这是你们嫉妒不来的。
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你当谁都和你一样？你除了会勾引男人，你还会干嘛？更是连大伯哥都不放过，你就应该被沉塘。长得丑不是你的错，但长得丑还嫉妒别人长得漂亮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人啊，都是喜欢看美好的风景，一朵鲜花和一坨屎，你会看花还是会看屎？自己散发着屎臭味，却嫉妒别人散发的幽香，管不住自家男人，还怪别人长得好看。你要有能耐，你让你男人只盯着你这坨屎啊！陶兰花气得手指颤抖，走过去就要打叶秋。叶秋反手一耳光，把本就虚弱的陶兰花打趴在地上。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不知尊卑，本就该打。四弟妹这话可说错了，她是你嫂子，是你不知尊卑吧？都说大户人家出来的人，哪怕是个下人也知礼仪，没想到四弟妹真是让我开了眼界。呵呵，看来三嫂这认知不到位啊！一个庶出的媳妇想对嫡出的人动手，那就是以下犯上。三嫂可记住了，等三哥房里进新人了，三嫂可得好好耍耍威风。李小桃脸色一变，她知道自家男人外边有人，但她并不知道是谁。难道叶秋知道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们三房的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。哼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谁家先婚就拿妾的，而且还是青梅竹马，你就等着坐冷板凳被新人压一头吧。呵呵，狗男贱女，那不正是良配吗？我可不做那个棒打畜生的人。但三嫂你信不信？这个家里依旧我说了算。李小桃想到这一家子图她身后的利益，只要利益没到手，叶秋说话就有分量。哪怕丈夫外面有人，但没带到自己跟前，她还能说服自己。这都是误会，嗨，我这张嘴就是没个把门的。四弟妹别见怪，你可是娘千挑万选为四弟选的，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你。还希望你做妹妹的，别和姐姐计较。哪能呢？既然是做姐姐的，那就赶紧给我收拾2只鸡出来吧。李小桃站在原地，心里一群草泥马奔腾而过，深呼吸了几口气，压了压怒火，想到什么，向后院走去。不一会儿，他将收拾好的2只鸡给了叶秋，叶秋端着鸡走了。李小桃找了个背篓，将另一只鸡装起来，还在上面铺了一把野菜，直接出了梁家。叶秋找了没人的地方，架起火架开始烤鸡。不一会儿，就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，旁边突然窜出来2个庞然大物，吓得他直愣原地。见他们好像没有要攻击的意思，叶秋将手里的鸡肉递了过去，2个家伙毫不客气的大口吃起来，这可把大树上的男人气得不轻。没良心的家伙，平时白疼他们了，怎么就没想着给我留？叶秋看着2个家伙吃得认真，撒丫子的往回跑。天色渐黑，李小桃才回来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发现孩子不见了，瞬间着急了。梁老二家的，你们家孩子回家了没有？晌午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们进山了。陶兰花心里咯噔一声，梁家的人缘本来就不好，好不容易找了几个本家的愿意帮忙进山找，去镇上的人正往回赶，梁元则留在镇上医馆，梁老大和宋女儿留下来照顾。梁母神情呆滞地躺在牛车上，心痛的在滴血，也为自己往后的日子感到迷茫。孩子他娘，你也放宽心，这银子花出去，咱们再想办法赚回来。大夫不是说了吗？你这腿也不是完全没希望恢复，回家好好养着，会好的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你倒是给我赚点回来。梁父背对的脸上无光，把头扭向一边，干脆不再理会梁母了。亲家母，这银子花出去，咱们谁都心疼，但这心疼归心疼，你可得振作起来。你可是家里的定海神针，你要是倒下了，那这家不就散了吗？咱们孙好不容易出个读书人，而且原则天赋也不错，咱可得好好培养。亲家多虑了，孰轻孰重我还是分得清的。哎，只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咱们家遭此一难，只怕要委屈银丫头了。这聘礼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了，婚事也只能简单摆一桌了。但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良心的人，银丫头对泽儿情深意重，能在危急关头把私房银子都拿出来为我儿治病，这份情谊我们记住了。等时机成熟，我们家也会好好补偿银丫头的。咱们祖辈都在一个村里住着，知根知底的，自然比外人可信。原则这孩子需要搭把手的时候，咱们也义不容辞。我们也知道亲家你们不容易，自然不会在这些虚礼上为难你们。但我家丫头确实受委屈了，还望亲家看在这些的份上，要是我家丫头有不妥之处，多多担待。我也不止泽儿一个孩子，一家子人住在一起，哪能没有摩擦？这舌头和牙齿天天相处，还有咬着的时候呢。亲家明事理，教养出来的闺女能差到哪去？肯定能好好和大家相处的，亲家不必太过担忧。